萧炎心中一沉，难道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刚自己一直处于突破的状态，没有注意到萧炎的情况，然后萧炎便是与坟老打了招呼后，就消失在了坟掘空间。此时外面的毁灭气焰已经重伤不少强者，而且方太和吴雪都快坚持不住了，抵御了那么久，这些气焰竟是还有那么多。就在众强者以为今日要死伤一大半的时候，神亮天元池的中心处爆发出一道惊人的气势，直逼他们而来。众人也是面色一惊，目光望去时，那里竟是出现了一道炫白色的火焰。下一刻，炫白色的火焰便是化为无尽的火海，冲击在了那毁灭的气焰之上，爆发出嗤嗤嗤的作响声。可怕的火海中，巨大的火浪滚滚而起，不断的吞噬着那些毁灭的气焰冲击。随着炫白色火海的出现，方太和吴雪才看清楚了火海中的那一道身影，竟是已经突破成功的萧炎。你们没事吧？萧炎从火海中缓步走来，看着他们关心道。感受到气息比起之前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的萧炎，吴雪、方太二人摇了摇头，开玩笑的道：现在没什么事情，如果你再晚一步，我们就真的有事情了。萧炎也是尴尬的挠了挠头，嘿嘿一笑道：不好意思啊，刚刚在冲击突破的时候太凝神灌注了。没事没事，只要你能够顺利突破就好。只是让那个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在这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样的实力突破，还真是让我们有些非常的吃惊。方太、吴雪二人也是纷纷表示无碍，看到萧炎展现出如此的天赋，已经让他们格外震撼了。寻常修炼者想要从2重天位神突破3重天位神，都是需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年的时间，所以看到萧炎的天赋后，他们如同在看一位变态般的修炼者。萧炎的目光此时看向天地间的毁灭冲击波后，将炫白色的火海再度扩大数倍，直接将那些毁灭般的气焰给彻底的吞噬殆尽。过了一会儿之后，整个天地间的温度也是渐渐的消退，无尽的炫白色火海消失在虚空之中。不过空气中还是弥漫着火焰焚烧的味道。众强者见到刚刚那一波接着一波的气焰彻底的消失后，也是重重的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实力虽然也不低，可是如果被气焰击中的话，肯定会被重创。见到大家都已经安全下来，萧炎也是将目光投向深处的其余，喃喃自语道：这强大的气焰能够席卷到这里来，在无量神渊的深处，怕是已经有着激烈的争斗，不然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如此可怕的冲击波？想到这里时，萧炎更是要加快找到无量神渊中的神秘神火踪迹，不然日后遇到更加强劲的对手，他都是无法有着与之战斗的资格。而且如今萧炎已经收服了2道神火，已经能够让自己对抗4重天位神的实力。如果收服了这第3道神火，那么就可以激活焚神3火的力量，到时候自己恐怕都能够轻松的对抗5重天位神，甚至是6重天位神的超级神智。所以对于神火的渴望，萧炎是必须要夺取这里的神火，不然的话，他的神之路就会受到长时间的阻碍。虽说修炼焚诀有好处，同样也有坏处，那就是想要变强，就要不断的收服神火，而收服发的越多，那么自身的实力就会提升的越快。如果一旦没有夺取这里的神火，那么萧炎的实力也将会搁置很长时间，需要找下一个神火为目标。况且这里的神秘神火怕是前3名的恐怖存在，所以将其收服的话，自身的实力也将会非一般的提升跳跃。这就是排名靠前所带来的火神本源。这里的神亮天元池中还有少量的神元之气，你们可以继续修炼吸收。我发现此处有什么东西，我先去探查一番。萧炎说完，头也不回的直接跳入神亮天元池中。看到萧炎如此行为，也是有些疑惑，不过也没有想那么多。方太对着众强者挥了挥手，表示继续吸收神元之气。而站在边上的吴雪陷入一脸沉思，他对萧炎也是有着关注，心里想着难道在这神亮天元池中有着什么宝物不成？最后吴雪也没有再去多想，既然是萧炎有所发现，那就让他去好好探查吧。自己也再次进入天元池中，继续吸收其中的神元之气。毕竟自己的实力距离3重天位神巅峰还有一些距离，希望能够在无量神渊中对自身达到突破的阶段。此时在武神阁第2队伍的全员陷入修炼中时，神良天元池的深处，萧炎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底部，踩在软软的泥巴上，扫视了一周，却并没有什么发现，除了黑暗都是黑暗。坟老，这里什么都没有啊。萧炎看了一圈，真的没有再发现什么后，直接传音给坟老。呵呵，你没有发现越到这深处时，周围的温度仿佛有所提升吗？坟老的声音也是悄然无声的响起，被坟老这么一提醒，也是回过神来。看来自己刚刚心里想着太过想要找到神火，竟然没有感知到周围的异样之处。难道萧炎打了个机灵道？你仔细再发现，这里的火神本源虽然很微弱，或许不是神火的真正本源，可是至少与那神火有着关联。具体是什么东西，还需要你自己去研究研究。坟老说完，那道声音再度消失不见。萧炎也是将神魂的力量释放而出，开始对这里的一切异样之处进行了探测。不过除了黑漆漆的一片以及有着高温度的气息之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有力的信息。怎么还是什么都没有呢？可这里的炙热气息究竟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萧炎此刻也是非常的好奇和疑惑。按理来说，天元池的底部应该温度会相对较低，可是这里的温度也是异常的不同，就算有与神火有关，也并未有所发现。
在萧炎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后，准备要放弃时，突然间一处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萧炎凑近一看，发现在自己9点钟的方向，那里有着一个不起眼的东西，仿佛是一颗火晶石一样的东西。难道这里的高温都是这颗火晶石散发出来的？萧炎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一颗呈现出渐变之色的火晶石，便是用手去触碰了一下。然而火晶石中的能量直接冲击到萧炎的体内，一股极为炙热的力量疯狂地肆虐开来。就算是萧炎如今对火道的造诣极深，也差点都招架不住。很快，这股炙热的力量冲击到萧炎的灵石中，萧炎的意识在此刻也是看见了自己那灵石中出现了一片火瓣叶一般的东西，从上方缓缓下落。萧炎的眼神一刻都没有离开，看着那片火瓣叶缓缓的落地之后，瞬间他的整个灵石竟是被一道紫色火光笼罩。由于太过于刺眼，萧炎只能闭上了眼睛。然后就是在萧炎闭上眼睛的时候，一股炙热的温度直接飙升起来，令得萧炎的皮肤都是隐隐作痛，他的毛孔都是蒸发出无数汗水。这还不算什么，在萧炎再次睁开眼睛后，便是看见自己的灵石中出现了无数片火瓣叶，皆是从上空飘零而下。那场面实在是太过的震撼，就算是以如今萧炎的世面，都要大吃一惊。因为每一片的火瓣叶落地的时候，那处空间就会被这股炙热力量所吞噬毁灭，犹如是灭世的火神一般。越来越多的火瓣叶落在萧炎的灵石中后，他的灵海也彻底的被这一股灭世力量所侵蚀，同时也感觉到了一股死亡危险的气息。灭世的烈焰冲天而起，更是画出了一只遮天火手，朝着萧炎的整个灵石拍下，带着滔滔不敢直视的火焰，焚灭一切。然而这还不算什么，那一只遮天火手竟是化为9轮大日，仿佛是从天而降，落向黑暗的长河，要将整个长河中的黑暗彻底的驱散，焚灭一空。任何万物生灵，就算是一方大界，皆是当场被镇压湮灭。9轮大日同时散发出来的那道炙热无比的热浪，拍打在萧炎的灵石中，使得萧炎的意识也是渐渐的微弱下来。他现在只看到9轮大日那模糊的轮廓，至于那9轮大日的灭世力量，萧炎根本无法抵御。就在萧炎那最后一道意识要消失间，一股温和的焚神之力瞬间在萧炎的脑海中爆发，金色的奇特能量快速的弥漫整个识海之中，与那紫色的灭世火芒融合在了一起。萧炎的整个灵海都是被这2股能量所爆发出来的耀眼之光所笼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的意识才缓缓的恢复过来。然而此时，萧炎一睁眼的一瞬间，看见自己手中多了一道残图，而之前的那个火晶石竟然已经消失不见。看着手中那残图时，竟是发现残图中有着3轮大日的图案。仅仅只是看着残图中的3轮大日，就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都要被戳伤，甚至自己的神体神魂都要被一股灭世力量所笼罩。只要那么一瞬间，他就会被这股力量所湮灭，成为大咒中的虚无。萧炎急忙的闭上了眼睛，然后收起了残图，放入自己的纳戒中，让自己的急促情绪压制下来。刚刚自己不是差点被那9轮大日的力量湮灭了吗？怎么现在还活着？就在萧炎疑惑间，坟老的声音悄无声息地传了出来，有些严肃的道：好家伙，刚刚你差点被神火的力量给湮灭成虚无了，还好最后焚神诀自主运转，不然的话真的是凶多吉少了。萧炎也是首次看到坟老那严肃的神色，如此说来，刚刚那道炙热灭世的力量是神火无疑了。可是为什么自己会被神火力量入侵到了灵石中？现在想想也实在太危险了。你忘记了你刚刚触碰了那颗火晶石？闻言，萧炎的眼珠子转动了一圈，表情也是逐渐的变化着，惊奇道：坟老，难道那颗火晶石中有神火的能量在其中？坟老点点头，看了看萧炎，接着道：正是，不过那只是一丝残留的神火力量罢了。至于真正的神火本源不在这里，但是也意外的收获到了这道神火的残图。坟老，刚刚我差点就被那9轮大日焚烧虚无，就连防抗的机会都没有。体内的地炎、幻虚和三昧皆是没有了一点动静。最后要不是焚神诀护主，恐怕我还真的会陨落于此。萧炎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想起刚刚那可怕的画面，都是无比的绝望。能够让那个你体内那3道火焰都不敢出现，说明这无量深渊中的这道神秘神火排名并不低。而且你刚刚又说在你的灵石中出现了9轮大日，带着那灭世一方大界的力量，焚尽一切万物生灵。按照我的推测，应该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3的神火。萧炎听到坟老说排名第3名的神火时，他的整个身躯都是不由自主的一颤，紧接着他的眼眸中也是出现了一道火光。因为就在刚刚，他已经感受过来自第3名神火的威力，能够让自己无法抵御又绝望的那9轮大日。除了前3名的神火，还无法做到能让萧炎陷入这般危险。而且刚刚进入自己灵石中，还不是真正的神火本源，就是因为不是真正的神火本源，都让萧炎在那么一瞬间就要陨落，足以想象这排名第3的神火究竟是何等的恐怖。坟老，这第3的神火叫什么名字？萧炎也是非常的好奇，能够让自己差点陨落的神火，它究竟是什么来头？之前收服幻虚和三昧也没有这样给自己的绝望之感。这一刻，萧炎才知道前3的神火才是主宰万火之神的神火。灭世神火。坟老简单的吐出这4个字，可是在萧炎听来，
直接瞪大了眼睛，表情极度扭曲，因为这道消息太震撼了。灭世神火不愧是拥有灭世的力量，也是萧炎首次遇到能够让他都产生一种惧怕恐惧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还在萧炎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有那么一瞬间不想再去触碰神火，因为这一道灭世神火的力量已经带给萧炎极深的震撼之感，久久不会忘记。小家伙，你不会被神火的灭世之威所折服了吧？粉老看了看萧炎那有些惧意的表情，语气也变得有些低沉起来。折服我萧炎刚刚虽然差点陨落，不过也不会让自己从此惧怕神火。我也不否认，刚刚有那么一瞬间被这道神火的灭世之威所震撼，但是想要我放弃收服神火，那是基本不太可能的。萧炎的声音不是很大，可是每一个字都是说的铿锵有力。看到萧炎那股不灭的坚毅再次燃起，粉老这才微微一笑，还以为这家伙就这样止步于此了呢。不过也想来，这家伙既然是被焚诀选中，那么自然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被折服，更何况刚刚还只是一丝残留的神火力量罢了，真正的神火本源才是恐怖至极的存在。虽然这一次萧炎想要收服这一道神火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有难度，但也不会放弃，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在，那么就不会放弃一切的生机和最后的希望。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三重天卫神，可是面对着如此庞大无尽的第一等级中的那些更强的超级神之，三重天卫神的实力也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到现在为止，灵动和沐尘的消息还都没有打探到，也不知道之前所遇见的神指联盟那位御灵究竟是不是灵动，也还没有证实。等下次见面，自己一定要了解个清楚。除了与自己对战的那位御灵，还有神指联盟队伍中另一道熟悉的气息，虽然也有着死气，但是萧炎推测那股气息与沐尘的极为相像。如果神指联盟的这两位御灵真的就是灵动和沐尘，那么萧炎无论如何都要将神指联盟搅个天翻地覆。况且自己在天神山的时候就与神之联盟的那位天翼神君结下了梁子，神指联盟除了有足够的丰富神之资源外，萧炎对其还真的没有任何的好感。借着自己是第一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势力，就欺压其他神势力和超神势力，这等作风根本就不配做什么巨无霸。有朝一日等自己壮大起来，必定要将神之联盟整顿整顿。本应该拥有如此庞大的神之资源和底蕴，帮助其他神势力走向辉煌才是正确之路，可偏偏神指联盟选择走歪路。既然走了歪路，就不要将主意打在他和他的两位兄弟上。一旦发现神之联盟对灵动和沐尘做出什么事情来，萧炎自然不会放过神之联盟，就算孤身一人也要闯一闯所谓巨无霸的神之联盟。好了，出去吧，你已经在天元池底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想他们吸收天元池中的神元之气也差不多了。粉老提醒道。萧炎捏了捏拳头，眼神中充满着一股坚毅。如今自己已经找到神火的残图，只要集齐其他部分的神火残图，应该就能找出藏在无量神渊中那一道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然后对着天元池的上方急速掠去。不到片刻的功夫，一道身影直接冲破平静的神亮天元池。萧炎扫视着下方的神亮天元池，也是惊奇的看到，原本呈现紫色的神亮天元池，此刻竟是变成了透明之色，与普通的水源池相差不大。这就是将其中的神元之气彻底吸收殆尽的原因。而下方5神阁的那些强者也纷纷投来目光，看到是萧炎的身影，便是对着他挥了挥手。其中吴雪纵身一跃，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右侧，带着一丝抱怨道：萧炎弟弟，你终于舍得出来了，我们都已经等你等了足足数天时间了，要是你今天再不出来，我们都打算走了。闻言，萧炎也是不好意思的一笑，然后道：我不是为了去找神火的残图吗？结果什么？吴雪见萧炎还把话说到一半，急得跺了跺脚。结果我还真的找着了神火残图。此话一出，不仅是吴雪当场一愣，就连下方的众强者都是惊呼出声。方太更是不太敢相信，直接一个闪现也出现在了萧炎的身边，激动的道：你说你找到了神火残图？萧炎神秘一笑，然后从那戒中拿出了一道残图出来。方太和吴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萧炎手中的残图，在他们的眼睛仔细看到残图上有3轮大日时，他们的身躯竟是被一股灭世之威所笼罩，一股炙热的能量对着他们弥漫而来。小仙，方太率先反应了过来，爆发出强大的神力，直接与那炙热的能量抵御而下。见此，萧炎也是快速的收起神火残图，脸上关心道：你们没事吧？没事，萧炎弟弟，神火残图中还有着一丝神火能量，刚刚就我都差点被焚烧吞噬了，你是怎么成功拿到这样一道可怕的神火残图的？吴雪也是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轻声的好奇道。不过萧炎也没有隐瞒，直接将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全部告知了他们。他们一听更是直接惊掉了下巴。什么？你差点陨落？吴雪直接是大叫了一声，然后左瞅瞅右瞅瞅的看着萧炎，上下左右全部看遍，用关心的语气道：那你有没有哪里受伤？见吴雪这般关心的着急模样，萧炎也是一愣，然后回过神来回答道：没什么大碍，不过目前最要紧的还是要集齐其他神火残图。想要凑齐其他神火残图，之前我听说5大神阁中
雷神阁、杀神阁、御神阁手里皆有一份神火残图，而你现在这里也有一道神火残图，这样加起来就有4份神火残图。但是此前听武神阁主大人说起过，在一本古籍中记载着一道神火残图被分为5份，应该说的就是这一道神火残图了。方太也是将自己所了解到信息道了出来。按照方太兄的意思，目前我们已知有4份神火残图，还差最后1份。萧炎说道。不过想要找到这一道神火本源的所在，就必须集齐5份神火残图。我们还是先和青青姐他们会合吧，到时候与其他神阁合作一下，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吴雪的声音也是悠悠传出，他们进入无量神渊之后，也并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强大宝物，除了吸收了几处神良天元池之外，使得自身的实力有所精进了几分，就没有其他的收获了。现在有了神火的信息，他们武神阁也必须尽全力的争取这一道神火。一旦获得这一道神火，他们武神阁的底蕴和实力也将会非一般的提升起来，成为5大神阁之首都不在话下。好，那我们的动作快一点吧，我们已经耽搁了数日时间，很多超神势力的队伍应该都已经深入无量神渊的中心了。方太作为武神阁第2队伍的队长，那自然要加快他们队伍的步伐，不然落后太多，其中的强大宝物就都会被其他超神势力夺走。方太说完，便是带着自己的数50名强者再次朝着无量神渊的深处掠去。萧炎与吴雪对视了一眼，然后也是紧跟其上，特别是吴雪看萧炎的眼神中充满着另一道暧昧的目光，心中更是小鹿乱撞起来。这也是他第一次对一位男人心动吧。吴雪乃是武神阁阁主之女，美貌不用多说，很多男子追求吴雪都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可是吴雪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感兴趣的。直到萧炎的出现，让吴雪的那一份爱意悄然萌芽开来。萧炎或许也是感受到了吴雪对自己的那一份爱意，只是自己已经有2个爱妻，不可能会再找一个吴雪做自己的第3位妻子吧。就在萧炎他们赶去无量神渊深处时，抢夺绝世神器的3大超神势力的第1天交对战4域天神君也是进入了尾声。可以清晰的看到，此刻的藏青青、玉冰燕、炎日3人的身上布满了伤痕，脸上有些苍白，并且他们体内的神力也是消耗了大半，他们的嘴角皆是有着血迹残留其上。看来刚刚彼此的大神祭对碰下，他们3人也是受到了很严重的创伤。至于对面那表情无比冷冽的4域天神君，此刻正在狰狞地看着伤痕累累的3人，低沉道：你们的确很强大，如果再给你们一些时间，恐怕也会触及6重天位神的门槛了。不愧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的第1天骄。你也很强啊，我们还是小看了你的6重天位神实力，差点就中招了。炎日那充满杀气的表情，直勾勾地盯着4域天神君那绝美的极品面容。撇开身份的话，他还真是一位能让无数男人都会追求的对象了。可他偏偏做了神指联盟的神君，那就失去了谈情说爱的机会。蜜獾神君，你如此容颜，却做了神指联盟的神君，还真是少了一些什么。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还是非常值得去感受的。炎日说话间，看着4域天神君的眼神也是微眯了起来。臭男人罢了，还想要亵渎本神君，该死！4域天神君的声音异常的沉声道，看着炎日那有些猥琐的表情，心中直接升起了一股愤怒。4域天神君的倩影直接消失在原来的虚空，下一刻出现时，便是已经来到了炎日的头顶，一只散发出磅礴神力的洁白手臂一拍而下，那处的空间也顿时掀起了波澜。炎日的瞳孔一缩，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的让他反应不过来，当即将体内所有的神力全部凝聚在自己的头部，使得自己的头变得无比的坚不可摧。而4域天神君的那一掌也是正中的轰击在了炎日的头部，瞬间一股轰炸的能量声席卷而出。虽然炎日此刻的头上有着非常强大的神力包裹，但是还是无法成功抵御6重天位神的一击，毕竟5重天位神和6重天位神的实力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刚刚3名5重天位神全力联合的攻势，也是无法弥补这之间的差距。现在想要单挑4域天神君，更是天方夜谭。又是一大口的鲜血喷出，很快一道身影便是倒飞而出，以极快的速度撞在了下方的湖泊岸边的空地上，同时也是砸出了一道深坑出来。这下看你如何蹦跶起来！上空那散发出无比浓烈杀意的4域天神君，很多势力的强者都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大家都知晓，刚刚被4域天神君那一掌拍下后，炎日不死也的是重伤了。深坑的底部，炎日的头部已经被鲜红的血液遮盖了全部的脸颊，给人非常瘆人之感。这画面实在是太残忍了。藏青青和玉冰燕2女，此时她们的表情异常的凝重起来，身上的神力没有了之前那般磅礴，刚刚的交战下已经消耗许多，再交战下去，她们2女肯定也会被4域天神君活活重创。除了这边的战场，另一处的战场也是进入了尾声，因为是魂宗宗主那狰狞无比的脸上已经开始极度的扭曲起来，那股杀意也是将天罡宗和通天宗2大宗主笼罩而下，使得他们无法快速的行动。来自1名5重天位神的威压，他们自然是承受不住的。至于玉天罡宗和通天宗联手对付噬魂宗的超神势力的天骄，都是纷纷战败。噬魂宗宗主和魂的配合下，更是占据了优势。噬魂宗宗主的强大力量
加上魂的那诡异的噬魂诀，直接攻击了他们的神魂，甚至有一些超神势力的天骄神魂直接被魂那诡异的招式所吞噬，使得魂的气息也逐渐的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周身的黑雾更加的诡异几分，仿佛魂就是黑雾，黑雾就是魂。拼了！通天宗和天罡宗的2大宗主也是决定直接选择自爆，让噬魂宗宗主脱一层皮下来。他们体内的神力开始大爆发，气息不断的飙升，身体都是逐渐的膨胀起来，其脸颊都开始变形。想要自爆吗？我怎么可能会给你们2个机会？混！噬魂宗宗主一声呐喊，那魂的身影诡异的出现在他们2人的中间，然后2只手搭在了2位宗主的肩膀上，微微一用力，只听到咯吱一声，那是骨头断裂的声音，瞬间2道痛苦的呻吟传荡而出。